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要继续来谈人有20难的第17难叫做见性学道难以及第18难的随化度人难。什么叫做见性学道难呢？见性学道难的意思就是说，要听到佛法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要在闻法之后呢，继续达到彻底的明心见性这是更难。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人在学佛，但能够见性学道的人是少之又少所以不简单，所以很难那什么是随化度人难呢？随化度人难的意思是说，要随缘来度化众生或教化众生，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学佛的人呢，常常把随缘挂在嘴边但要真正做到彻底的随缘跟无争呢，这是何其不易那见性学道跟随化度人这两句话听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平常不是都在做这些事情吗？其实有在做的事情不代表就做得很到位了，很彻底了，或者很有效了那虽然有在学佛，但是还是呢时佛时魔有时很清醒有时又很昏沉有时很淡定有时候又很散乱晴时多云偶阵雨气温最高100度，最低0度心念起伏很大，不是吗？那怎么会落差这么大呢？举例来说了一听就清楚了。很爱行善，好事嘛，对不对？可是又很爱计较，对很爱做慈济，很爱发脾气，很爱师父，但很不听话，或者上台说话呢很感性，下台做事呢很率性，或者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是做起事来令人头痛上台很会流眼泪，下台又很会说是非说起话来吓死人，但是做起事来呢笑死人说起话来呢惊天动地做起事来有气无力这个是人群中的众生相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一项其实说起来呢是见怪不怪，因为都还在学佛，还未成佛虽然离佛很远但是呢，既然有在学佛，有在改往修来，总比没有在学习的人好很多的啦。否则我们来学佛是为哪桩对不对？以前有一次呢，我跟几位佛教徒的大德们在一起参叙那过程中呢，就有一位呢问我了他说：“刘师兄，我请问你你们慈济人虽然常常在闻声救苦行善布施，这样难道就一定不会下地狱吗？”他这样问我那我就不假思索的回答他，我说我不知道呢，我只知道如果这样做还会下地狱，那没有做的人不是更惨我这样回答他，他听了之后呢连说佩服佩服所以呢，学佛之人呢，即使还没有成为完美之人至少不会是坏人社会上呢少一个坏人就会多一个好人这句话是近似语善恶拔河也是一样哪一边会赢答案不是善的这边会赢不一定而是人多的那一边才会赢那所以坏人减少，那好人的比例就增高了嘛。对，同样嘛，你恶业减少，善业就增加了嘛。这是比例的问题，看比例所以佛陀认为，虽然很多人在精进学佛但是要做到见性学道跟随化度人其实有相当的困难。我们先来谈见性学道难一般人是这样子的他初入佛门的时候呢，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满心欢喜都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比较会有追求道理的热忱，也很欢喜，所以很投入。
而如果是参加志工的话呢，那更会是助人为乐做得很欢喜因为服从做中得欢喜嘛，这就是学佛所讲的出发心呐。因为出发心是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最欢喜，所以才会说发心如初成佛有余意思是说，学佛如果能够恒持最初的那一份出发心这样要成佛就不难的啦，而且还成佛有余可见这个出发心是多么的重要然而发心容易呢，恒心难这个发愿容易呢，行愿难路遥知马力，日久才会见人心那一般人在开始发心修炼的时候呢，总是充满自信、充满热情、充满的喜悦，但偏偏人都有人性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就是懈怠性跟奴役性，这是人的本性，也是是这样子的在经历过人跟事的磨难之后呢，或碰到一些困难、挫折等等障碍之后呢，如果没有巩固好自己的道心造成现象就是学佛路上的停停退退东磨西磨之后呢，很容易就把这个出发心呢跟道心呢磨掉了造成在学佛路上的停停退退嘛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佛陀呢透彻人性所以才说见性学道难这是一针见血的道出人性跟道心的脆弱之处所以为什么要巩固道心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脆弱的，你必须时常去巩固它，去修炼它去加持它的意思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没有经历痛苦不能升起真正的大精进因此呢，越苦才会越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台湾话讲说怕等秋骨等多用逆境反而变成助道的力量反而变成真上缘苦尽了就是拨云见日，雾散云开这个时候才能够体会什么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好多村不止一村，好多村，才知道说原来条条道路是通罗马的所以越苦才会越激发人想要去修道的念头，因为想要离苦跟了苦嘛才会升起寻找方法的动机嘛，想去找方法嘛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提到的学佛初阶的功课叫做苦集灭道四圣谛这个道呢就指的就是什么离苦跟了苦的方法那刚刚我们讲人有懈怠性跟奴役性，懈怠就是懒惰不精进还没有累就要休息，叫做懒惰了简单讲就是这样那如果能够精进不懈，恒持出发心，一本初衷那学佛行菩萨道就不难的啦。问题是这个对一般的凡夫来讲呢，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因为精进入懈怠易容易的，那懈怠要入精进呢就很难本来很精进的人只要几天不精进呢要再精进就会感觉有点困难这么容易就产生困难的只要几天拖拖拉拉的比较晚睡最后连要早起都会感觉困难。这个是大家都有过的经验所以精进是一种习惯懈怠也是一种习惯那精进的人会很忙碌但是忙碌的人不一定很精进，所以精进跟忙碌呢也是有差别的佛家讲精进，凡夫是讲忙碌，佛家是讲法喜，凡夫是讲快乐两个的层次跟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一个是忙得吃喝玩乐、游山玩水。但是我们不能说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是不好或不对，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讲只是说要适可而止凡事是过犹不及嘛，过头就不好啦
所以为什么物极必反呐、乐极生悲啊，就是这个道理嘛。那物质享受也是一样，不能说不好或不对，也是要适可而止啦。就是说轻描淡写就好啊，不要淋漓尽致啦。意思是这样子的啊。佛陀认为啦，能经常抱持着当初决定要修行的那一念心，也就是正言上人所讲的莫忘那一念，还有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等等嘛。这学佛就不难的啦，寻找当初的那一份出发心啦。但是凡夫很难做到，所以才说是见性学道难嘛。停停退退要持续下去都很难的啊，何况是要道业增长呢？那是更难嘛。要先稳定才能够求成长嘛。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在稳定中成长也是一样的一种生活的哲理啊。那另一个难的原因是什么？凡夫有惰性，很容易呢懵懵懂懂，因为懒惰懈怠而懵懵懂懂嘛，所以叫做懵懂性。那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有清净善良的本性跟智慧，但是我们经常把它疏忽了，不去内求，反而苦苦的向外追求啊，造成什么？舍近求远，本末倒置啊！明明是身怀明珠，却一直以为自己是贫穷子啊，多冤枉啊！大家都知道啊，艺人或者是服装模特儿呢，在舞台上走路啊，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啊。他走每一步呢，都有艺术的意涵，跟经过严格的训练啊。那舞台上走步跟舞台下走路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走路的姿态也是不一样哦。就有时候我们看他走路就知道，这个是谁？对啊。那每一个人走路的步伐，就好像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一样，不必去学别人，也学不来啊。人从一出生下来呢，只要是健康的孩子啊，自然就会边爬边学了。从婴儿到童年，甚至到长大成人啊，走路都是很自然的本能。如果你平常走路啊，去学模特儿在舞台上那种走步的方式啊，那会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叫做很做作不自然啊。所以与其去模仿别人，不如找回自己的出发心，找回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赤子之心的一致的返璞归真也是这个道理的。我们无法去活成别人的样子啊，你没办法去模仿别人啊，再怎么模仿也是不会像你还是你，别人还是别人，因为你是独特的、唯一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唯一的，所以要做回自己，自己才是主人啊！要分分秒秒的做自己啊！所以有人问圣严上人说：“哎呀，师父啊，您这一生有什么计划啊？请教请示圣严上人。”上人就回答：“我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时时把握住眼前的这一秒。”讲这句话。所以证严上人有一本书叫做《一秒钟一辈子》。那为什么1秒钟是一辈子呢？因为连接每一个当下，才会成为永恒呐。所以活在当下跟把握当下是很重要的啊。这以前我们读书会上有提过了啊。那人是这样子哦，眼前的这一念能守得住，就不会去做错事啊，说错话了啊，生活也比较不会懈怠懵懂啊。所以佛陀说见性学道难，是因为人常常容易迷失在眼前的这一念，因为无法守住这一念呐，没有办法守住这个底线呐，才会原本简单的事情呢，就变成很难了。原本很单纯的事情就变成很复杂了，因为你没办法守住这一念心呐。就像我们本来就会走路啊，而且走得很顺，走得很稳，不必去学模特儿走路啊，做好自己就好，做好自己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嘛。要做自己的主人呢，就要事事做得了主。那你要事事做得了主，就要心中有正法。所以正信佛法才说以法为师嘛，
以正法为师，就不会去听邪师说法，也才不会走偏去求神通啊，求感应啊。其实神通跟神经是两兄弟啊，神通讲多了会变成神经的，所以人通比神通更重要啊。人通就是人与人相处的人际通畅，叫做人通。人际关系经营得很好，那就是人通。那其实神通的意思也是一样嘛。神通什么叫神通啊？精神很专注，心专神就通，这叫做神通。神通对正信的人来讲就是清净的智慧，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神秘的，清净的智慧。那很多人学佛后会有清净的智慧啊，叫做去无存精嘛，我不是这样嘛，把不好的丢掉，好的留下来，去无存精啊。去无存精，这个精就是清净的智慧，尤其是高僧大德，可以很迅速的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洞察虚实，判断真假，而且呢，有先见之明，能够做到先知先觉。高僧大德是这样的啦，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功夫也不会说自己有神通还是深藏不露，不露痕迹啊。除非你是内行看门道，或者你能以心印心，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否则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那正信的人也不讲感应，而是讲感受。慈济志工里面呢，我们有共修会常常有心得分享，讲的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感受啊，在活动中投入活动中里面的感受啊，也没有人在讲感应啊。学佛如果只求神通或感应，这是错误的观念啊，这个不是正信的佛法。正信佛法不讲神通，而是讲人通，人通比神通重要多了。也不讲感应，而是讲感受。先强调先学好人理，再来讲佛理。如果很懂得艰深的佛理但是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这样即使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古人讲天机不可泄露我们常常讲嘛，天机不可泄露其实天机就是上天运行的自然法则叫做天道、天理没有人可以违逆的。我们不能逆天行道也就是不能违逆因缘果报的天理跟天道。那这样的道理要宣讲都来不及了，哪有什么天机不能泄露的呢？对，其实呢，把方法妙用也是神通跨国连线会议的时候，荧幕上会看到彼此的像嘛，像现在各位在 YouTube 里面你一打开 YouTube 就看到我们的像，但我看不到你们的了，对看到我的像了嘛，对，机器打开就有你讲完了，你把那个 YouTube 关掉，机器关掉就没有了，打开就有，关掉就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这个还不是神通？同理把冰冷的食物放在微波炉里面，几秒钟就变热了对，这个也是很奇怪这也是神通对，但是一点都不神秘对，科技发达就是这样嘛。所以学佛不能神秘化，也不能庸俗化，道理在此正信的佛法是要求自己眼前的这一念的不要闪失这样才不会造成后悔嘛。刚刚讲嘛，守住眼前的这一念心嘛，意思嘛不让这一念心闪失的意思如果我们常常在后悔昨天的错误或刚才讲或刚才讲错的话或做错的事，或心老是停留在前念跟后念之中那我们就无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了。你一直想过去想未来，你就会迷失现在迷惑现在没有办法专注在现在那你眼前的事都不能专注了，都不能通了要去通别人或通别人的心，那这样就是落入邪道了这个要
很小心呐，因为呢，一念闪失啊，就落入邪道啊，离佛道就越来越远了。那学佛就是要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啊，并且发挥自己的功能跟良能。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嘛，君子务本很重要，要知道自己的能耐跟自己的斤两跟自己的潜能，自己的优势跟劣势，自己的强项跟弱项啊，这个叫做自知之明呐。如果对自己不清不楚的，然后不择手段去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最后就很容易怎么样？失败收场了，不够务实了。有些人说要去寺院学道，却沉迷于追求神通感应，这样会很容易走火入魔，不但乱了精神，也会断了慧命。那有些人是怎么样？已经在学佛了，还在跟鬼神扯不清呢。一边学佛，一边跟鬼神扯不清，也就是刚刚所讲的嘛，神秘化跟庸俗化。虽然有在学佛，但却不正信也不深信呐，还在迷信那些怪力乱神呐，谈玄说妙了。那这个就是已经在学道了，却无法明心见性，也无法正知正见。所以佛陀才说见性学道难呐，就是这个道理。那人的眼睛呢，很容易看清别人，但却看不清自己的头跟脸。这样我们现在就可能会看到别人，但是我现在看不到我的脸啊跟头啊，除非我照镜子啊。对，所以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不容易看见自己的缺点。学佛就是要从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学起啊，才不会舍近求远啊。那离我们自己最近的人是谁啊？现在我旁边离我最近的是谁？就是我自己啊，对不对？有些人啊，为了精进学佛呢，而缩短了睡眠的时间。我相信很多志工都是这样子，很精进，每天呢早起闻法，那有这一念心是很好。不过我们也要问自己所闻佛法能否在自己身上产生妙用？这个就要自我盘点自我验收对自己的脾气跟习气了解多少呢？又去除了多少呢？平常我们的开口动舌、举手投足有没有不圆融、不圆满的地方呢？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反观自照的地方啊。证严上人曾经对这样的事情呢，有持示、有开示说道：自己都无法彻底了解自己的，又如何能了解佛的本性呢？这也是一句醍醐灌顶的提醒那上人呢，更认为呢，只是在佛理跟文字上去钻研呢，顶多是文字名相的解脱而已啊。如果不能够发挥人生的功能，那只是空有人形而已啊。要能够入人群，发挥身体功能，这样才会与佛心相近啊。否则自度都度不了了，如何去度众生呢？好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如何去照顾别人呢？是吗？大乘佛法的精神是不但自己做得很欢喜没烦恼，还要让同行的人也做得很欢喜没烦恼，不是自己很欢喜就好，不是自己好就好了不但自己不退转，也让身边的人不退转。所以佛家的自度度人，跟儒家的推己及人其实都是很崇高的精神这个道理懂了就会见性学道也不难也就是学道会学得很彻底、很到位的意思不但很正信，而且呢也会自度度人不是自己好就好，旁边的人也要好，意思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第18难，叫做随化度人难
这个18难的随化度人难呢，跟第20难的善解方便难，以前我们讲过的2个意思是差不多啦。随化度人难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方便法用的恰到好处，可以去随缘度化众生呢，这个也是很难。那以前讲的这个善解方便难的意思是要拿什么样子的方便法来教化众生而且也要能够对机，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2个意思都一样啦，所以我们说我们就依义不依语啦。学佛是依是不依其中之一啦，依义不依语，依它的意思，依它的意义，不要依它的文字语言呐。那文词不同啦，其义相通。随化度人或者随缘度众，如果没有掌控好，不但不能度化众生弄不好呢，反被众生度这个就好像说，不成功就算了，你还成人这个就很要命了对不对？不成功至少要保命嘛，你不成功你还成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要用法也要善巧绝妙，那这个很重要。春秋时代制度跟礼乐崩坏这历史的故事了。那各国的霸主呢逐渐崛起那孔子呢开始想到说，他要去周游列国向各国的君主呢劝说，游说他们呢要施行仁政希望能够振兴时弊解决乱象那孔子从鲁国到魏国去的时候呢孔子的学生颜渊就问鲁国的这个太师颜渊就问太师请问夫子此行的结果会是如何呢？颜渊很好奇，孔子要去周游列国，就问太师嘛夫子此行结果会如何呢？太师回答说因为时代不同啦，礼法跟规章制度呢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呢而有所改变必须懂得变通才行像孔子这样虽然很用心良苦是出于对社会的一份责任这很好。但是如果拿以前许多旧的制度来用，现在是已经行不通的啦，时代不一样的啦。那太师这句话是什么？先知先觉，真知灼见所以太师呢，就胆敢的预测孔子的这趟这个周游列国，他的理想无法实现那其实太师这句话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很管用因为经过疫情严重的冲击过后呢，大家都很清楚嘛，社会形态跟处事心态也是要做调整跟适应我们在以前读书会常常提到这个事情嘛，既然社会人心已经在变动了，那用法之道也是要懂得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这是古有明训古圣先贤已经告诉我们，古圣先贤已经这样告诉我们了。那佛陀的善解方便跟随化度人也是一样在提醒我们要懂得变通那鲁国太师回答了颜渊的提问之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东施效颦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了那古时候在越国有个美女叫做西施，大家都知道这号人物嘛，对，西施那西施向来就有心痛的毛病那每次呢心痛的时候呢，这西施总会轻轻的按住胸口微微的皱着眉头有一次呢，这个同村里的有一个丑女不是美女，丑女看见后呢，认为说西施这样的动作很美于是呢他就学西施呢捧心皱眉自以为呢也是很美然而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村子里的人看见他后，纷纷紧闭门户不出门或赶紧带着妻子孩子躲开。那位丑女呢，以为模仿西施就这样捧心皱眉呢是很美的，但是她完全不知道这个动作所以美的原因在哪里呢？西施这样子捧心皱眉会美，是美在哪里呢？
为什么它很美，你做起来就不一样？对，就好像说这顶帽子别人戴的很好看但是你也模仿别人买一顶来戴那就不一定好看嘛。所以以后的人呢，就把这个丑女呢称为东施用来这个跟西施呢做什么？做美丑的对照。那太师用这一则东施效颦的故事来比喻盲目胡乱的模仿他人结果却适得其反太师举这个故事是在提醒我们人也要懂得变通，不能墨守成规，一意孤行。有时候呢，虽然坚持自己的理想是很重要，没错，然而不能忽略了整个社会的需要。所以跟着时代潮流呢，与时俱进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因此，太师预料孔子的理想无法实现那结果怎么样果不其然孔子周游列国所遭受到的挫折跟困难很多，到处碰壁，无法施展孔子伟大的抱负一直到孔子68岁才结束这一段长达14年的，好像这流浪般的这个奔波的生涯，回到自己的鲁国的故乡这是至圣先师孔子呢不堪回首的历史想不到孔子也有这一段那其实呢，这个道理呢，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里面也分享了很多次强调现在国际局势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呢，局势变化多端诡谲难测。我们要做到佛陀所讲的随化度人就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通权达变，而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佛陀透彻人性，早在2500年前已经告诉我们，随化度人难那度人就是要向人家说法、传法这个就是在用法嘛。那用法之道也是要什么？千变万化，才会是妙法。一成不变，那只是方法以前读书会我们也有分享过佛陀为了度一直在追求来世福的这个国王而化身为一个婆罗门教的乞丐嘛，去接近国王嘛，最后呢，很善巧的度化了国王这就是随化度人最好的例子证严上人也是这样有一次呢，有一位实业家，也是成功的发展商到处盖那个豪华公寓的其实在台北知名度也是很高有一次呢，他跟上人说要在自己刚成立的工地的接待中心里面呢，摆卖进士文物那大家都知道嘛，慈济的进士文物都放在进士书轩里面或者进士堂里面卖从来没有在工地接待中心展示过好像也听起来好像也格格不入对。但是这位实业家他不了解慈济这种作业系统他只是很单纯的要发心护持进士文物嘛希望呢来买房子的民众们有机会来买房子的时候呢，透过这个进士文物了解慈济嘛这样做也是要很有心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他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一些资深的委员皆曰不可因为慈济以前没有这样子做过但是当证严上人知道之后，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呢，感恩他的发心，并且祝福他，也乐观其成这不但是有成就别人的成人之美并且心存感恩，这个就是用法的心量跟智慧了，非常的灵活，而不是死板板的。这就是觉者跟圣者能做到随化度人也不难。其实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的修为跟境界了，才有办法去度化众生这是为什么每一部经都要开方便门嘛？以前我们有讲过，每一部经都要开方便门，而每一尊佛要讲经说法呢，都要从方便法开始说起，从方便最后才走入真实道，叫做开权显实换成庶民语言叫做深入浅出嘛。
你说法要深入浅出，人家才听得懂啊，对，这样才会对机呀。举例也好啦，或者讲譬喻也好，就是一种善巧方便嘛。我们读书会里面常常用举例呀，或者譬喻的方式来讲解的，为的就是要让听者呢更容易了解道理嘛。这叫以事显理啦。要说法就要先说事项嘛，没有事就没有理，要有做事才能借人间事来显天下理。而要讲人间事就要讲好人好事的真人真事也要什么合情合理呀。你不能讲怪力乱神啊，也不能谈玄说妙啊。这样借人间的俗事来显诸佛妙理，就是事理相通理事相应就是刚才讲的以事显理嘛。正言上人呢很会随化度人，把度人的智慧呢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否则菩萨道里面哪有办法度化全球这么多的志工来追随呢？好几年前呢当上人要我承担慈善副执行长的时候呢在见上人之前呢，我自己也是要先确定好自己的想法才能跟上人谈因为我从2012年呢返回台湾之后呢，就一直待在花莲的净世精舍那本来我在海外是身兼2个分会的执行长回来后呢，什么头衔都没有了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志工所以我算是裸退了但是我也甘之如饴没有名相也是可以很自在现在要挂上一个副执行长的头衔当然我也是要考虑这本来都无相的嘛，现在变成有一个相嘛，对不对？那正言上人是很慈悲很客气的，对任何人呢都很尊重，也就是任何人在上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或主见，上人都会乐观其成给你祝福非常的随缘自在，不会让你觉得很为难我因为这样子做那样做上人意见跟我不一样会让我们觉得很为难，不会就是尽量的成全你，让你带着上人的祝福去完成你的心愿。上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见上人之前呢，我自己就要先确定好我怎么跟上人互动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先确定因此呢，当正言上人问我对此事的想法的时候呢，我立即的表明自己的信念那时候我说上人我是觉得实做比较重要啦，意思是说有没有挂名不重要啦，有在做事情比较重要，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上人，我是觉得实做比较重要啦。但如果上人您要我承担副执行长一职呢，我是不执着，但也不排斥。我讲这句话，对，讲完之后呢，上人就接着说，对这是世间法没头衔有当时嘛真歹做代志啦。他用台湾话这样子讲了，就这样子我们师徒2人对话不到半分钟，我刚刚这样讲也不到半分钟，一切搞定了所以在名师面前呢，我不能有任何的预设立场必须一切放空就好像一粒棋子让正言上人去决定要怎么摆放这样才是信受奉行全福音那其实2001年那等于是20多年前我结束工厂事业之后呢，我本来是要跟我家师姐去美国过退休生活的那时候我才50岁那正言上人知道后就跟我们说，你们2个还这么年轻就要去美国养老我就回答说上人你没有讲，我就会用我自己的思维呢去做我自己生涯的规划啦。不过上人，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我们也就依教奉行我跟我家师姐也是很单纯否则退休之后的生涯规划也是人生一大事情但一切上人说了算，让上人说了算了。结果上人怎么说呢？他说好，那你去新加坡当执行长那慈路我家师姐叫慈路了那慈路去吉隆坡当执行长。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夫妻一人过一坡，同为慈济来奔波，相见时少离别多，所以没空起风波。过了2年了，过了2年之后，2004年发生南亚海啸嘛，各位都知道嘛，对，斯里兰卡跟
那个雅琪呀，印尼雅琪呀，因为新马离斯里兰卡比较近嘛，那飞3个半钟头就到了，所以正言上人就指示我呢，负责勘灾跟赈灾的协调工作。那我一投入下去呢，就在7年里面呢去了70几次啊，去斯里兰卡，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海啸过后又一波啊，名字叫做可伦坡，磨练考验特别多啊，你知我知不必说，道业继续走上坡啊，走上坡。讲到这里好像有点离题了。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有一次呢，海外一个分会的培训团队啊回来金色向正言上人呢请示，志工被推荐为委员的一些审核的标准因为他们开始有一些混淆了啦，弄不清楚，回来请示上人那请示上人这些审核的标准要定在哪个地方才是最适切的？太严的人家没办法受证，太松的话又怕重量不重质啊。那他们向上人报告说，哎呀，上人有一些志工动态跟静态的课程都满分，对慈济活动的投入也是非常的发心，但就因为有些人脾气不好啦，有的人是不合群啦，有的是我行我素啦，有些人是很会跑道场啦，等等，有些人是习气很重啦，一大堆理由啦。因此呢，他们没有通过审核，而没有被推荐为慈济委员。你这样跟上人讲，那上人就问那他们是跑什么道场啦？干部回答，也是佛教的道场啦。上人回答那也是在做佛事啊，没有什么不对啊。而且呢，并且说，凡夫都有习气啊，哪一个人没有习气呢？如果因为志工有习气而不被推荐为委员，那他的习气要靠谁来教化他呢？让他继续留在慈济，我们才有机会教化他嘛，因为他就是我们要度的人嘛。对，那这样的开示呢，才是出世的精神跟证悟的理念呢，是我们要学习的。其实老实讲有一些志工在进慈济之前，已经有自己的学佛的道场了。进来慈济之后呢，偶尔回去自己以前的道场，跟道亲们互动，跟道场的法师嘘寒问暖，甚至供养法师，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啊！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人家跑道场了，是吗？其实他之前的团体才应该说他跑道场，对不对？这个海外分会呢，那个时候了这个海外分会呢，那个时候的5年以来，用这样的观念跟标准来审核志工结果流失了将近1500位的志工因为这么严，所以打掉了1500位的志工。这些志工从会员到新进志工到见习到培训，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陪伴跟投入最后才到了要审核委员的那个阶段花了多少时间跟心血？结果流失1500位的志工。那一次回来请示正言上人之后呢，回去之后呢，开始调整观念跟调整推荐的标准会做得更拿捏得更精准然后一一通知那些被他们踢掉的这些志工结果各位知道吗？回来了近1000位那这近1000位的志工，每一位都是一条慧命但就因为干部们过去一个观念偏差，而让他们在菩萨道上呢产生障碍而停退，这个也是断人慧命退人道心这样也是杀生随便一出手就一条慧命不得不谨慎好在呢，懂得回来请示明师，否则这1000多位志工的慧命就这样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个因果可是承担不起这个例子很清楚，让我们见证了圣俗的不同圣人跟觉者可以真正做到见性学道，跟随化度人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还在见性学道难，跟随化度人难。不过学道或行菩萨道也好，处处有困难，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有心就不难自然就会难行能行嘛。
啊，菩萨道我们讲难行能行，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信就不难嘛。好，那今晚我们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祝福各位见信学道不会难，随化度人也不难啊。我们希望各位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